周世衰，败国兴，战事纷争。而秦据小韩，霸西界，睥睨天下，欲东出，亡诸国。故顺天应时，合纵伐之，严举将帅，歃血盟誓。暴秦无道，苍生罹难。暴秦无道，苍生罹难。辱我城池，掠我子民。辱我城池，掠我子民。五国合纵，共诛秦贼。五国合纵，共诛秦贼。诸位将军甲胄在身，不必多礼。拜见仲父。哦。蒙武在，将阵前战况报与大王以相帮。
诺。禀大王，相邦，斥候探命，吴国联军已过寿水，至霍泽一带。主帅何人？兵力多少？楚国令尹春申君为纵长，赵将庞暖为统帅，兵力60万人左右。这个春申君来头还真是不小。本相之意，在函谷关外把五国联军合围，如何部署？诸位将军，敞开讲。大王，老夫愿带兵60万，在函谷关外设伏，全歼合纵之军。大王，末将以为我大军应兵分2路，一路在关内，一路出关，藏于曲沃，等待联军经过闪地、曲沃，至函谷关，再夹击合围。大王，合纵向来军心不齐，我军应诱而为之，分而食之。大王，不管咋个打法，末将枪垒请命打头阵。急个甚？羊入虎穴，还怕没肉吃吗？大王，相邦，诸位将军，两军之战，一是看战力，二是看战心。如今大批难民逃入秦国，列国恐慌，此番合围，意欲殊死一搏。以末将之见，恐怕战心更胜。方才相邦之谋，我大秦在函谷关外合围联军，看似稳妥。以末将之见，实是给联军2处之变。变在何处啊？其一，入关中之路，不只是函谷关，北上汾阴、蒲坂，南下商於，皆可绕道入关。如我秦之兵力蛰伏在函谷关外，联军从别处进攻的话，那么我们此前的部署恐怕是毁于一旦。另一缺陷何在？山东6国早已被我大秦打怕了。如我在函谷关外坚持，纵使我以2倍的兵力为之，也极易使敌人逃脱。你叫什么？末将王翦。王翦，依你所见，此仗应该如何打？以末将之言，应该诱敌深入，在阴尽之地，一举合围而歼之。联军入了关，控制不住之后，如何？相邦，以我大秦的兵力，恐怕不会。恐怕不会，还是肯定不会？相邦，战场局势多变，末将不敢断言。本相以为，还是应当在这函谷关外打这仗。大王以为如何？诸位将军以为如何？愿听相邦调遣。此阵，本相亲往函谷关。仲父要亲自上前线。本相又不是第一次领兵，大王不要担心。是。那此地之事，全托仲父。寡人先行返回咸阳。恭送大王。恭送大王。圣旨。
老夫得斥候密报，秦国大军极有可能集结在函谷关一带，与我联军一战。老将军有何谋划？老夫谋划，春申君，可愿听一二？哎，老将军就不要卖关子了，请快快说来。老将军，但说无妨。孙子云：“善动敌者，行之，敌必从之；与之，敌必取之。以力动之，以足待之。秦之军力不可匹敌，若想取胜，须得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如何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？诸位，请看于图。”公元前241年，赵魏、韩、楚、燕五国合纵攻秦，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为宋长，赵将庞暖为盟军统帅。历史上关东诸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，就这样浩浩荡荡开始了。大王，前方军报。耶。合纵联军已到曲沃，相邦将秦70万大军分成3股，40万伏在关外，10万守关，另外20万由桓乙率领，扎在阴境，策应内外。相邦此举也还算周密，只是不知合纵联军会不会上钩啊？那个王翦呢？臣已打探清楚，王翦被相邦调为后军副将，主要负责运送粮草。60万的五国联军，目下开往函谷关的30万不到，另外30万呢？我想联军必定是兵分2路啊！报！庞暖率兵攻入蒲坂，已渡过大河。蒲坂以北有长城相隔，我想庞暖必定会沿大河南下，从阴晋、郑县直奔咸阳。军令司马在。传令桓乙，务必将庞暖的30万联军聚于阴晋。诺。报！启禀相邦，上将军，春申君率30万人马在关外交阵。
将军，庞暖率兵30万从蒲坂攻入，相邦命你死战接击。枪雷将军，末将在，速带5万兵马回防醉城。一旦有变，醉城将会成为我大秦最后一道屏障。末将领命。兄弟们，是！联军的精锐已经入关，咸阳的安危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们一定要拼命拦截，给我关外的大军争取时间。一旦我主力在关外歼灭了联军，那回过头来，庞暖的30万军队就像砧板上的鱼肉，任由我们宰割，让他们尸骨无存。采！鲍将军，隘口已拿下。立即整军，继续前进。诺。将军，将士们已激战半日，何不买锅造饭，填饱肚子再进发？我军已深入秦国腹地，要再想撤退已无可能。陈申军所率之军，在函谷关外，也拖延不了几日。若想取胜，我等只有狂飙突进，趁势攻下咸阳，捉住秦王小儿，方能有取胜之机。否则，待秦军大军回首，我这30万精锐将被吃得连骨头都不会剩。生死关头，时机宝贵。老将军说的有理，我们眼下只有一条路，尽快拿下咸阳，活捉小秦王和秦太后，我军方能大获全胜。眼下再兵分2路，各15万兵马，一路由相诸国率领，与阴晋的秦军周旋；另一路由老夫带兵，直下郑县。太子丹，你愿随老夫到咸阳一游，还是跟随相诸国一路？去咸阳，嬴政如我太甚，我非要亲手捉住他不可。好，进军。联军精锐已迫临晋，他们兵分2路，庞暖直奔咸阳，项燕在阴晋阻挡桓乙回援，罪城只有强垒的5万兵马。将咸阳囤积的粮草还有羽箭悉数运往罪城，只要罪城能坚守10日，项邦和上将军的兵马就定能回援。诺，只是咸阳的羽箭最多只够罪城撑住6、7日。
将军，敌军据此一日之城。来，备战。不。这下可好，我国联军现在已经攻打到遂城了。这遂城离咸阳近在咫尺，秦国这次怕是要真的毁都亡国了。诸位，你们说秦王会不会在咸阳城破之前，就把我们给……还请太后放心。春申君已经交代，即便是攻破了咸阳城，也会保太后平安。吴国军队怕是再增多1倍，也难以攻破咸阳。太后为何如此说？只因我了解秦人，在咸阳住了半辈子。天天和秦人在一起，秦人的那种倔强、强悍、不服输的脾性，6国还真比不上。大王，现在咸阳城中人心惶惶，都在传什么？都在传我大秦要破都亡国。定是那些山东商人还有6国之子捣鬼，想乱我民心。臣请羁押在秦之商人之子使臣，以防他们里应外合。转了，此事交由国尉去办。诺。攻击！传令下去，突破联军，驰援遂城。全军死战，定要将秦军拖住，为庞卵之军攻下遂城争取时间。攻手准备。进攻！放箭！
强攻硬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啊？凭什么抓我们？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凭什么抓我们？全都给我抓起来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凭什么抓我们呀？放开我！大王，罪城羽箭最多只能坚守3日，咸阳甚危，请大王携太后、夫人及百官暂避雍城。叔父，大王，寡人欲将3位太后，还有朝中百官之性命托付于你。你派兵护送他们去雍城暂避。大王，那你呢？寡人绝不会离开咸阳半步。大王，既然大王决意守城，老臣愿随大王左右。臣等愿与大王共守咸阳。大王万年！谢大王！我大秦的子民们，10数万联军，你攻至罪城，咸阳告急。我秦国大军现在函谷关外和阴晋与5国联军交战，不及回援。咸阳城内守军不足3万啊！有人提议寡人啊，说让寡人去雍城暂避。寡人想了想，若是寡人去了雍城，咸阳的百姓怎么办？你们又能逃去何方？我大秦奋发100年建的这座咸阳城，要拱手送给关东贼子吗？寡人誓与咸阳共存亡，守我咸阳，护我秦人。你们愿追随寡人吗？将军，罪城久攻不下，如何是好啊？万一秦国大军再杀回来，太子丹有没有发现，这城墙上的羽箭，已不像前几日那般频繁了？确实如此。这便说明，罪城乃至咸阳的羽箭已经消耗殆尽。秦军没有了羽箭，就如同没有了牙齿。罪城不出3日，老夫定将其拿下。大王，这里面恐怕有不少从6国逃来的新秦人，会不会？即便他们以前是关东之民，
然而为了眼下的田地和安稳的光景，他们必会与寡人同心，背水一战。大王，后军副将王翦求见。带他上来。诺。副将王翦，大王召见。诺。大王，后军副将王翦拜见大王。将军前来所为何事啊？大王，末将王翦想斗胆谏言良策，解咸阳之危。将军有何良策？大王，目下一时一刻决定战争胜负。罪城咸阳，羽箭匮乏，守城之军只能与庞暖之军近身肉搏，且损伤巨大，胜负难定。末将看来，唯一的良策是驰援阴晋。只要桓乙将军能冲破项燕在阴晋的纠缠，驰援罪城，则咸阳罪城无忧。我们也定能等到主力大军从函谷关外撤回。可如何能让桓乙将军尽快回援？大王，末将想请兵3万，从渭水之北绕过罪城，直击项燕中军，使联军头尾不能相顾，给桓乙将军驰援罪城创造时机。3万啊！咸阳的守军不到2万了。大王请看，这些老秦人有许多是解甲的老兵，他们训练有素，骁勇善战。末将想从他们当中选2万人，加上末将押送粮草的5000兵士，算下来有25000人。高无忌，在。寡人命你率3000郎官尽归王翦将军调遣。你不是一直想沙场建功吗？寡人便给你这个机会。谢大王，谢大王。将军，我们只剩不到20万支箭了，最多只够撑半日。不知函谷关主力何时能回援？桓乙将军的10数万大军回援也好啊。休要聒噪！大王、太后都在咸阳，我等就是战死，也不能让庞暖从罪城过去。明日羽箭用完后，准备血战。牵制攻入中军大营，哪里来的秦军？末将也不知从何而来的秦军，突然攻入，使诸国快做定夺。禀将军，联军中军大乱！真是天助我也！传令下去，猛攻敌营，一鼓作气冲过去，驰援罪城。诺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末将已经突破联军中军，请将军速速回援罪城。此书交给末将。你率部多少？3万。我再调你5万精锐。不用，将军，罪城危急，请桓乙将军速速回援罪城。将军保重。桓乙将军保重。报，我军羽箭已经消耗无几。兄弟们，拼了！拼了！准备迎敌！上！
压上！走！将军，我们剩下不到5000人了。一代死士伺机突围，速将战前，向相邦和上将军禀报。将军，我阻敌，你突围，快走！秦国大军回首，我们没有时间攻到咸阳了。天爷，请不给老夫灭秦的机会吗？撤！开！贼兵撤退。 是我大军回来了。这是关中5国最后一次合纵攻秦，离攻下咸阳仅一步之遥。但历史最终眷顾了秦国，5国联军的脚步终止在秦国最地，史称醉之战。陈胜军，秦军不会再追来了吧？不会了，秦国大军已经入关，去围剿庞暖去了。可惜。 项燕带领的10万楚国精锐啊，我魏国的5万精锐也没了。你还认识蒙骜吗？哼，蒙骜，还真是阴魂不散呢！冲！
杀出去！抓门，我们冲出去！快，快！快撤！过来，过来！围上！走！哟，这不是燕国太子吗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正是在下，原来是樊无机大人。大人，不如你把我放了吧。你也知道，我与你们秦王是好友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定不会杀我的。既是好友，那就随我去咸阳吧，跟大王见见面。我相信大王一定会很想见到你的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见面就难看了吧？大人，把我放了吧。大恩大德，丹绝不会忘记的。太子，严重了。放了他。再牵匹好马。谢大人。大人赠马之恩，丹莫齿难忘。太子，我叫樊无机。记住了，樊大人，驾！驾！驾！走。
真。这一次我失了败仗，下一次得要活剐了你！迁都，迁都！你打了败仗，你让寡人迁都？先王之时，楚秦20年盟好，从无战火，为何？秦若侵袭楚国，需经过蒙隘，那里天然要塞，秦不能入。别处寻路，背对魏、韩两国。楚与此两国结盟，轻易御敌。如今，魏国将许邑、鄢陵给了秦国，秦军若是出兵，距此仅160余里，郢都危矣。若东迁寿春，秦千里奔袭，楚以逸待劳，何惧秦国？这寿春，那是你的封地。楚境之内皆是大王的土地与子民，唯有到了寿春，才能远离曲景昭三家，脱离三家的控制啊！寿春以前是臣的封地，以后是大王的都城。除此之外，春申君就没有良策了。那三家同意了吗？臣有办法说服三家。哦，他们同意了？同意了，三家也愿意到寿春去保存实力。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迁都了。楚国迁都寿春，庞暖遭赵王冷落，韩魏燕皆元气大伤。10年内，列国当不会再有合纵抗秦之心理了。朝臣是何说辞？朝臣们对大王之谋略胆识无不拜服，国人亦是交口称赞，皆盼着大王早日亲政，率领秦人们平定天下。寡人本欲在大婚之后
就向太后提及亲政一事，奈何被战事耽搁了。既然人心所向，寡人择日再与太后一说。大王，不如以王室家宴为名，请太后移驾章台，由宗室大臣们提及，更有成算一些。老大人精神矍铄，实乃我大秦福分啊！相邦又在拿老夫开玩笑。相邦，目下大王已知弱冠之事，正值神气充沛，心智旺盛，犹如雄鹰振翅。相邦何不就此就把这副担子交给大王？自打大败吴国后，大王之贤能胆识，举国瞩目，连朝臣们也有议论，言曰：大王之帝王风采，与先昭襄王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大王贤明，诸臣拥戴，秦国幸甚。是。对了，相邦，今夜大王在章台宴请宗室七族，无我等事，我等也应该快乐一番了。要不然我们去找蒙骜品酒去。我没事啊。好啊，我没事啊。好啊，走啊，相邦请饮酒去。今日在座，皆是我宗室之人，与寡人同饮一爵，为了大秦，备我营卒。大王，臣若不曾记错，大王今年正20了吧？叔父好记性，寡人将年满。20而冠，大王已经大婚，这按祖宗礼法，该当加冠。此事还需母后和众父允准。大伯身兼4车庶长，又是宗室之首，大伯且说，正儿这加冠大礼该不该行？
大王天纵之才，前嗣庞暖率5国精锐攻至罪城，咸阳危在旦夕。然大王临阵不乱，征调名利，拘禁细作，更是命王翦率骑兵突围，方才争得士气，大破敌兵。大王雄略，可比之木公啊！且大王心志高远，以一统天下为己任，当应天意，顺民心，早日加冠亲政，为我大秦开创万世伟业。请太后允准大王加冠亲政。大王加冠之事，我自然没有异议。只是事关重大，本宫还是必须要告知一下大王的重父相邦大人才可。太后圣明。各位宗亲，与寡人再饮一爵。相邦，相邦，不好了，门客100号人都要走啊，都要走。相邦，这是何缘由要走啊？说大王即将亲政，相邦就没了实权，小人苦劝他们不听啊。报！启禀相邦，甘泉宫来人传召，太后命相邦午后入宫，说有要事相商。臣吕不韦拜见太后。相邦，快起来吧。谢太后。相邦两鬓生了不少白发，看来是累着了。门先王的厚恩，受太后大王的信赖，委以重任。国事虽繁巨，臣不敢怠慢。太后，密将来。哟，相邦大人也在呀。早知道小人就多备一杯了。哎，正好给相邦喝，让相邦补补身子。啊，相邦，趁热喝了。太后召臣来，所谓何事？啊，我将大王交与相邦辅佐国政，不知大王历练得如何呀？正儿奋发有为，进步显著。我也有所听闻。听说正儿在群臣子民心中威望甚高，已经有不少大臣向我进谏，要准予正儿早日加冠亲政。太后是何意呢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正儿现在长大成人了，举国上下极为拥戴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替他高兴啊。
虽然我是监国，但是正儿加冠毕竟是大事，我觉得还是要听听你这个重父的意见，我心里才踏实。你说呢？正儿自强自立，未来定是臣民的福分。仲父也觉得正儿自立了，那就太好了。就这样，明年岁首，我们就给正儿办加冠大礼。大王，免礼。寡人刚去了甘泉宫，母后告诉寡人，仲父已经答应了，明年岁首便为寡人加冠。大王，相邦是如何说的？管他如何说，总而言之，大王加冠亲政之事已是板上钉钉，跑不了了。就是。蒙恬蒙毅，围猎在即，你俩回去好好准备。先生，叫上枪垒、王翦、杨端和随寡人前往。哦，还有，寡人那个一直要上战场的弟弟程角，把他也一起叫上。诺。来，庆祝一番啊！大王，是我射中的鹿，我射中的。程角，射得不错。哈哈哈，老大人，你这个学生箭法真准呐！程角公子一向只好骑射，这数本功夫倒是耽误了不少，只在围猎时候显出他来了。大王，野马，好马，驯服此马者，寡人有赏。大王有命，能驯服此马者有赏。杀！踩！大王，快去看看。程角，抱住了，别掉下来。
采。哎，大王，你们降服的马被我降服了。寡人家的好男儿，寡人之地确有过人之处。程角，你驯服野马，即成为这野马之主。寡人再赏你草料10车，美酒10坛。方进，在。你去办。诺。谢大王。下。采呀！安母，安母，回来了啊！打猎一日累不累？不累，我今天降服了一匹野马，就连大王都没有降服，被我降服了。大王也不曾降服。是啊，大王被那匹野马甩下来了，是我冲上去降服那匹野物，已经带回宜春宫了。如此，岂非有损大王颜面？自然不如我露脸，还当着相邦和众多大夫呢。角儿啊，你糊涂！我们母子能安稳度过这几年，衣食无忧，全赖大王庇佑。你怎可当众削大王之颜面？你不惧惹祸上身吗？大王又不是心胸狭隘之人，他当众赏赐我那匹马，还赏我10坛美酒、10车草料呢。纵使大王无心，可是……总之，明日一早，你将此马献给大王，大王要杀要烹，都与你无关。我不去，这是我的马，我已经给它起好名字了，叫踏风。怎么样，好听吗？你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。这无非就是一匹马嘛，没有人会在意的，只有我在意。对了，几时用晚膳啊？你先答应阿母，明日一早将此马送给大王。你去哪儿啊？你既然不给我做吃的，我找祖母太后去。你给我回来！程角，你给我回来！眼下百官和国人都站在大王那一边，着急让大王加冠亲政。依属下看，不过是各有所图罢了。当然了，这些年太后主国，本相主政，银杏宗室就没唠叨什么。无非是想让正儿清正后，宗室的腰板更硬些。那些将领们不都等着你战立功，以功换爵？还有那个李斯，李斯这人啊，善用可谓治国良臣，用不好，哼。太后难道看不清这些？她就是个妇人，一个监国太后，却不知这天下最大的权力该如何使用。所以得让她明白，
啊，秦国若没我吕不韦，嬴政的王位坐不稳，他的荣华富贵随时失去。那相邦有何谋划吗？相邦的意思是，太后如今所见所闻，皆是对大王的赞赏。拥护之臣，皆如这满盘的白子，没有威胁，故而陶陶然。倘若有一枚义子落入，威胁大王，太后必定会心惊，而方寸大乱。到那时，他便会不得不依从于相邦。无忌啊，今日怎么来我这儿了？今日蒙恬、蒙毅进宫侍驾，大王特意恩准我休沐一日，所以，我特来看望相邦。本相未入秦之前，你便跟着我了。何时学的这些虚脸啊？乌鸡能有今日，全靠相邦提携。说吧。相邦，你跟大王都同意了上将军出征之事，能否派我一同前往啊？当个副将。这次就不要去了，留在咸阳吧。为何呀，相邦？本相更需要你。上将军出征，必能斩将夺城，为大秦开疆拓土。借相邦吉言。上将军已如此年纪，还要为国辛苦，寡人这心中着实不忍。大王放心，老夫这身板还行，与6国交战，总比闷在府里要强多了。我得活动活动筋骨，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呢。那寡人就祝愿上将军再见传世之功。寡人就在这咸阳城，等着上将军凯旋。请大王、相邦等候捷报。蒙恬、蒙毅，此番你2人随上将军出征，定要照顾好上将军。诺。大王在咸阳也请保重。你2人只许想好好打仗，不许想寡人。寡人要你们为大秦建功，等你们凯旋之时，寡人会请相邦为你们封赏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就此别过。上将军保重。
高无忌，大王，百姓在议论何事啊？臣这就去打探。去。真义，去把牙骨大人请到府中。诺。